听凡人说，对流星许愿就会梦想成真。不过这里有结界，会不会大打折扣啊？不管了，姑且先试一试。我要见到大罗金仙。一股烧焦的味道，好臭啊！好像是只鸟啊！先烤后冰镇，熟冻，这是什么吃法？哦，这就是鸟啊！我看到一朵鸟哎。是一只，鸟是一只一只的。啊，它的花和叶子好硬啊！那是它的羽毛。就是有点臭。乌鸦，它是只乌鸦。乌鸦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过老胡的6界物种大全，乌鸦就长这样，肯定没错了，它就是乌鸦。哦，哎，可是它怎么一动都不动呢？它是不是死了？别慌，没有，还没死，还有一口气呢。那我们救活它，救活它以后我们养着吧。这个人间嘛，有句俗话叫做“佛曰慈悲为怀，怎能见死不救呢？”救！这样真的能救活它吗？放心吧，我们小的时候不都这样长大的吗？给它浇浇水，明天晒晒太阳，肯定就好啦。小乌鸦，你要好好的哟，我们过2天再来看你。浇浇水，走吧。好。启奏陛下，2殿下涅槃失踪了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梁元君，你且说清楚。末将以9曜真火不断焚烧7749日，以助殿下涅槃。而今日正是第49日，不料在火光熄灭之后，殿下竟突然不见了。就有这等事？那依你之见，续奉此次礼节，这期间可有什么变数？末将还有一事启奏。讲。小乌鸦，小乌鸦，小乌鸦，你这只小乌鸦可真奇怪呀！我们这结界牢不可破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还没有反应。好吧，好吧，一般人我可不给他用，这可是我用100多种鲜花酿成的香蜜。封存了500年呢，我先给你试一试，看看有没有功效。哎，果然啊，真有功效。你怎么又死了？完了完了，这下连翘肯定要失望了。不过你竟然能突破这结界，
那你肯定不是一只简单的乌鸦，你是不是一只得道的乌鸦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埋了做花肥实在太浪费了，而且你还吃了我这么宝贵的香蜜呢。不如我拿去把你给炖了吃了。就是你了。小乌鸦，小乌鱼，小乌鸦。小乌鸦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大了？你变成这么大，我还怎么装得下你？装不下你，我怎么把你炖了呀？不过我听说什么仙家精怪之类都有内丹精元，所有道行都凝聚在此。如果我找到你的内丹，把你内丹给吃了，不就相当于把你整个乌鸦吃了吗？哎呀呀，小葡萄，你可太聪明了。奇怪，他这儿怎么跟我长得不一样啊？我知道了，这个就是内丹，定可助我灵力大涨。好人。道友醒了。下礼何方小妖？我不是小妖。我说我不是小妖。我虽然只是个果子精，可我却是个正正经经修炼的果子精，我才不是什么小妖呢。既然道友醒了，那你叫我一声恩公即可。行善不留名，乃是我水晶精灵优良传统。恩公，道友适才回刀，莫非也是要救我性命？是啊，可不就是，道友今日坠在我园中，负伤甚重，我好心把你救起来的。为了救你，我可把我独家秘制的香蜜喂给道友了，道友才醒转。对了，我看道友衣衫褴褛，原想替你换上衣裳，却不想瞧见道友丹田气海竟然有疾。虽说身残志坚是好样的，不过终究与常人有异啊。我既救了道友，自然好事做到底。来，你躺下，我这就帮道友把病症移除。道友，你躺下。干嘛？竟是女神，难道你不懂男女有别吗？什么男女有别啊？如此放肆，成何体统？我只知道花草树木、人与鸟兽之分，没听说过什么男女有别。你。看在你年纪尚小，又生在这蛮荒之地，本神就不与你计较了。我们做果子的自然不能跟一只鸟计较。区区一个低等精灵，怎么会有锁灵簪呢？
不知从何而来。既然大家现在都已经认识了，那大家都是朋友嘛。既然是朋友的话，你先好生休息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补补。谢谢吧。导游，吃饭啦！快点啊！走吧。你自己吃吧。为什么？你们乌鸦不都是喜欢吃虫子吗？你这小妖，谁告诉你我是乌鸦呀？你不是乌鸦？难不成你是喜鹊啊？此处可有泉水？请随我来。还算干练，不错。道友，没想到你法术这么高超。我虽懂变换之术，但像你这样凭空变换是万万不行的。老胡也不行，长方主倒是可以。道友，你练成这样的法术需要多少年啊？这样，我们上这边，你们上那边看看。好。喂，这水到底干什么用的？自然是洗脚、沐浴、换衣用的。蛮荒小妖，龌龊不堪！道友，你可真奇怪，刚刚还说这个泉水干裂，怎么现在又说我龌龊？难道你们喜鹊都这么喜怒无常的吗？我问你，此处可是花界啊？正是。哎，你是不是要离开花界？可是你还没有报恩呢。不知恩公想要我如何报答？好说好说，只要你把我带到天界，咱们的账就一笔勾销了。不是吧？我还以为道行很深呢，怎么轻轻一拽就掉水里了？该死的鸟，一定要找到。走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是。锦觅，前日有一只鸟破了水晶结界，你可曾见到？鸟，
什么鸟啊？会飞带翅膀的，浑身烧作一团火。啊，什么在动？啊！我在洗澡呢。掘地3尺，把水镜翻个个，也要将那只鸟捉到。走。道友，道友，道友，道友！不会吧？不会又死了吧？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有了，吉祥六宝。道友，道友，醒了？哇！不愧是我花界的吉祥六宝，真管用啊！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吉祥六宝。什么是吉祥六宝？这个葱、姜、蒜、芹菜、香菜，还有花椒，这可是我祖传的感冒药，专治落水鸟。信不信我法灭了你啊？你还灭了我？道友，我想你搞错了。想必方才你也听到了。海棠房主说了，就算挖地3尺，也要帮你找出来。这现如今呢，花界唯一能罩着你的人就是我了。如果连我都得罪的话，那你可就完了。万一被他们捉到，会砍了你的双腿，拖你去做化肥的。我堂堂天界，你堂堂天界什么呀？你堂堂？我堂堂天界大好男儿，来去自如，还怕你们这些花精果子精不成？太好笑了！堂堂天界好男儿来去自如，那怎么每次你落难的时候，都是我这个小小的果子精救了你啊？啊！你救我一命，2命，我救了你2命。唉，不过这人呢，也不是那种狂妄自大、浮夸之人，也不会逼着你教我恩公的。分明是你。唉，这有句俗话说得好啊，滴水之恩当有权相报。我对你的恩呢，可不只是1滴，而是4滴，4滴香蜜2条命的再造之恩。这第一命呢，前天夜里，我为了你一滴500年酿的香蜜，救了你一命，让你从鸟变成人。算了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我没说完呢。这第2条命嘛，就是刚刚我可为了你3滴香蜜，我才把你救回来的。你到底意欲何为啊？道友啊，我们之前说好了，如果你能把我带出水镜，带我去天界的话，那么这4滴香蜜2次救命之恩便可以一笔勾销了。现在还算数吗？不算数。啊！别走啊！有一件事儿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告诉你。道友请讲。我真身乃是一只鸟，素常爱吃果子。罢了，此地看来并无危险，先调理几日再说。真是一只喜怒无常的鸟。后日启程。真的吗？好呀！我们做果子的，自然不能跟一只鸟一般见识吧。
魔尊，大喜！你们暂且退下。孤城王，喜从何来？刚刚得到线报，火神涅槃，突生变异，现在不知所踪。你这消息确凿？听闻天帝震怒，现在已派天兵1万，到处寻人。恭喜魔尊，贺喜魔尊！大家同喜，干杯！旭凤那个鸟神，平日里嚣张不可一世，他灭了我多少魔族将士，果然是天道好还，报应不爽啊！凤凰涅槃，现在是9死1生。此时天界战力虚弱，小王倒认为可以趁热打铁，出兵直捣黄龙。顾城王言之有理，传令，通知6部，各自征兵2万，10日之后，忘川河畔集结，进军天界。魔尊威武！你且放宽心，天兵天将已经去搜寻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。我有一事相求，若旭凤这一次平安归来，你能允诺我一件事吗？我何事不曾依你啊？楚魏之事悬空多时，诸仙议论纷纷，旭凤是嫡子，他战功赫赫，早已是众望所归。我希望陛下能够尽早册立旭凤为太子。怎么突然提起这件事？这件事情跟旭凤失踪有何相干？难道陛下觉得这件事是个意外吗？我相信是有人趁我们不备，对我儿痛下毒手。辽元君言犹在耳，难道陛下你要替某人开脱？辽元君也说过，当日润玉并未进入西武宫，天后欲加罪于人，也要拿出十足的证据。这事本来我也不想说破，天加密心容易招惹是非，但是旭凤罹难，何人受贿？就是那些怀有狼子野心之人。陛下，你必须早定名分，断了这些人的念想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等寻回旭凤以后，这件事再做议论。旭凤勇冠3军，怎会轻易被人加害？润玉，他贤良纯善，又怎会轻易加害于人？天后，不要轻信那些离间天家骨肉的小人谗言。好一个贤良纯善！好了吗？逾期不候，我走了。好了好了，走吧。你是要把整个屋子都搬空吗？也没有啦，此去山高水远的，也不知道天界住的惯不惯，多带点总比不带要好啊。蛮荒逍遥。天界岂容你久居？一样都不准带。一样都带。道友，难道你忘记这个是什么了吗？这可是我花了500年酿的香蜜，救过你一命的，你还喝过此地呢。虽然你喝的时候都是不清醒的，可是效果如何，你可是知道的。万一以后碰上什么情况紧急的事情，性命攸关的时刻，没准还能再救你一命呢，是吧？就他吧，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马上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丢下你的。走吧。
谢长姐，大功告成。岂是我一人之功，多亏众姐妹合力。结界中的生灵们又可安然度日了。可是连日来，我始终搜不到那只飞鸟的气息，我心中委实难安。许是死了，又许是原路飞回去了，也尚未可知。也有可能道行高深，灵力收放自如，行迹不为我们所看破。长姐多虑，不是我托大。旧结界乃是鲜花神临终前所布，彼时仙主仙力衰竭，又斗转星移4000年，本就不甚牢靠。那只鸟不过是凑巧撞了上来，这次能破咱们众姐妹这道结界之人，怕是6界上下双手便数得出来。可是那只鸟吗？欺人欺到眼皮子底下来了。长姐，我这就将它捉来，砍下双脚做花肥。你信不信我把你从这儿扔下去啊？我真的要吐了！哎，不准吐！你我在天上飞了！我上天了！留神，这里风大雾大。小心飞不稳当，你滚下去我可不捞你啊！我第一次上天嘛，我要好好看看这些美景啊！这才3重天，真是没见过世面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哼！死鸟，给我站住！不好不好，海盗帮手追上来了！快走快走快走！你们花界都是这般纠缠不休之人吗？千万不要把我给抛下！就算把我抛下的话，他一样会砍了你的双脚，我去做化肥。这位仙子看着容貌尚可，但是心思却如此歹毒，实在是配不上你这副好皮囊。该死的鸟，擅闯我花界，坏我水镜结界，是你主子穗禾派你来的吧？穗禾？他还管不到我头上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你主子穗禾蛮憨无能，本仙就替他来管教管教你这孽畜！得罪了。哎呀，这个小桃桃一直念叨着要离开水镜，难道他真的走了？啊？不会吧？能去哪儿啊？老胡，
这长房主，吉密去哪儿了？在后院里换衣。在换衣。你们素来与吉密亲密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哎呀，长房主啊，这个我们真的是不知道。平时大家都专注修炼，采酿香蜜，并不是时时都能在一处的啊。哎呦，难道是他跟我们玩躲猫猫藏起来了？我已经用灵力探知了整个水晶，没有发现半点吉密的气息。他已经不在这水晶之内了。这些天，你们可曾注意到他有何异样吗？有啊，他最近饭量明显增加了。这个。果然是鸟族。乌鸦不见了，小桃桃也不见了，难道是乌鸦把小桃桃给吃了啊？天后曾为鸟族首领，虽与我们花界不睦，但凭他的地位尊荣，没道理来我们花界掳走一个小小的精灵。难道无论那只飞鸟是何意图，是预谋或是巧合，吉密必须要找回来。老胡，你看护吉密不利，立刻给我去寻。若是寻不着，我便剐了你这层老萝卜皮，送你进兔子窝。别，长房主，我去找，我这就去找啊！我也去。哎呦，好你个乌鸦！正要去找你给小桃桃报仇，你倒自己闯上门来了。走。哎呀，你这个老糊涂精，你且睁大眼睛瞧瞧我是谁！长姐，你可要为我讨个公道！你怎么伤成这样？何人所为？还不是那只死鸟！我在三重天解了他的道，没想到他灵力高强，就善火攻之术，将我烧成这个样子。鸟族上火德，本任鸟族首领穗禾贤于火系术法，这鸟必定是他的亲信无疑。你与那乌鸦交手时，可曾见到了锦觅？难道锦觅也被掳了去？那便糟了，那只乌鸦秉性甚是凶残，那丫头恐怕凶得极少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是长房主驾到，穗禾这厢有礼了。穗禾公主，长房主一向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不知今日刮的什么风，竟把您给吹来了。还劳长房主在此大动干戈。日前一只飞鸟擅闯我花界，掳走一个精灵，伤我一名方主，至今下落不明，特来向穗禾公主讨个说法。哦，竟有此事。我花界精灵亲眼所见，众目睽睽，断无虚妄。无界虽然一向与世无争，但也容不得外族欺侮。若真是我鸟族败类故意兴事，不劳长房主动手，本座自会严惩。雀灵，是，将天上飞的到蛋里没孵出来的，挨个给我拷问一遍。他空口无凭，胭脂不是故意寻衅，我眼里容不得沙子。长房主，你且稍安，待擒到凶手，听凭发落可好？
禀报公主，火神殿下涅槃失踪，魔界10万大军陈兵忘川，欲攻天界。什么？你们跟我来！慢，凡事有个先来后到。今日公主务必要给我一个交代。事有轻重缓急，穗禾有要事在身，今日恐怕要令长帮主失望了。若是赢不了他，日后有何颜面统领鸟族？好手段！市集从权得罪了，日后必亲拿凶手上百花宫告罪。长帮主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被碎扇震伤了心脉，需要闭关。传我落英令，即日起断绝鸟族吃食。鸟族一日不交出本界精灵，化界便一日不供给吃食。是。不交出精灵和那只鸟，我化界绝不善罢甘休。什么气味？这么难闻？魔障之气。啊！如今天界气候都这么恶劣了，哎，我都快要窒息了。此处下界便是忘川。奇怪了，今日魔障之气为何如此浓重？阵仗倒不小啊！蛮荒小妖，今日我便带你去见见世面。好啊，好啊！变成王啊，变成王！我让你征兵，征兵，你就是磨磨蹭蹭。你看看，给我征来这么点兵。魔尊容禀，小王认为此战有3不可：仓促调兵，措手不及。小王用尽全力才调来了3000精兵。这天界一向精修甲兵，非无等可及，此为1不可。天魔休战之约尚存，公然毁约，失道寡助，此为2不可。孤军深入，非战之道，此为3不可。还请魔尊三思啊！我一直听到一个传言，就是变成王与火神私交甚好，本王一直不愿意相信。可今日战机当前，变成王却在这里谣言惑众，贻误战机。哼，看来这个谣言是要坐实了。你，魔尊，通敌之罪应当怎样惩治？其罪当诛，折百骸，尽忘川。还不拿下！住手！魔尊容禀，国父并未无知，已如数征兵。余兵现在何处啊？正在此处。魔尊可曾记得1000余年前涂山之战，刘英独挡8000敌军？魔尊曾金口预言，暂许刘英
一人敌过千军万马，刘盈今日特来请缨。刘盈，此战非同小可。你这卞成王懦弱滑头，倒是生了个好女儿啊！刘盈听令，本王封你为先锋。上酒，等干了这杯酒，率领先头部队渡过忘川，待踏平九霄云殿，活捉太微天地之，给你记头功一件。赐酒。燕成王好气焰，好志向啊！可惜，攻占天界，不是你燕成王说了算，也不是你顾成王说了算。火神，本王今日在此阅兵，火神难道也要插手，是想重启战端吗？别贼喊捉贼了！方才我在天上就看见此魔物率部横渡忘川。燕成王，神魔大战以来，天魔以忘川为界，互不相犯，守了万年的规矩，偏偏在燕成王阅兵时就要忘了吧？若你真的想攻占天界，先问问我的凤灵剑同不同意吧。我说，火神，你是误会了。乌合之众，燕成王，兵力不精，空怀一颗狼子也行，小心噎着你。久闻火神骁勇，冠绝六界，择日不如撞日。刘盈斗胆，请与火神一战。原来是卞城公主，久仰大名。只不过我从来不与女人交手。沙场无分男女。好啊，那我便让你3场。不必，我们魔界儿女不似你们天界仙子那般娇弱。魔尊，这都半天了，也不见天兵攻来，估计就他一个人，倒不如设计叫他生擒了。请魔尊三思，今日火神突然现身，可见天界放了假消息，意在引我们上当。火神统领3军，必有后手啊！还嫌不够丢人，非得拼光了我的大军才肯罢休。哼！多有得罪。今日一见，火神之名果然名不虚传。刘盈甘拜下风。还有谁想挑战啊？10万魔军，不及一个女娇啊！好啊，好得很呢。燕成王，1000年未有战事。我手痒得很，奈何天规森严，日后秦家练兵只管攻来，我天界100万大军枕戈待旦，随时候驾。火神呐，
两界交战岂同儿戏？本王也是一向主张和平的嘛，这点还请火神和天帝周知啊。父王，他躲我鞭子的时候，好像木辞。总有一日，我要痛痛快快的和他打上一架。润玉准备的如何了？启禀陛下，夜神殿下已在南天门外点将完毕，即刻前来从命。润玉未经沙场，此战不过是要他坐镇中军，稳定军心。至于行军布阵，还要倚仗辽元军及五方天将。末将随火神殿下日久，行军打仗虽不及殿下之万一，但自信不辱使命，还望天帝陛下宽心。若旭凤在此，我又何必如此费神？天后驾到！陛下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在旭凤涅槃之处发现的，肯定是有人想加害他。可是，放眼整个天界，能有这般法力的，会是谁？薛润玉，润玉拜见父帝母神。来人，拿下！不知润玉所办何事，还请父帝言明。你做的好事，10万兵权，何敢交给一个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徒？这兵灵并非润玉之物，你当真不知吗？此物乃是在旭凤涅槃之处发现的，他并非是无故失踪，而是受到此物的攻击，才中断了涅槃。如此强大的水系法术，偌大的天庭之上，除了你，还能有谁？况且，当天有仙士见到你出现在七蜈蚣附近，当夜正是你值夜北天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旭凤涅槃出了岔子。你说，此事可属实？回父帝，当夜，润玉的确去过七蜈蚣。陛下。恭迎殿下。殿下呢？还没有消息吗？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可是遇到了什么险情？身子可有受伤？无碍，就是去外面转了1、2日，让大家受惊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听闻魔界大举进犯，遂和特率鸟族前来驰援。殿下能回来，那就太好了。你们2个下去吧。是。让你费心了。穗禾没事，倒是姨母挂念你的安危，夜不能寐。天帝陛下也派出了天兵天将四处搜寻，却始终没有你的消息。殿下，这些天你究竟在何处啊？都是些蛮荒之地，我也是初次去到，不过确有些去止，所以就耽搁了几日。有妖物！你是何人？为何藏在殿下身边？我是无妨，不过是个要报恩的小妖罢了。殿下仁善，几方遇难，仍不忘兼济天下。不是，你们搞错了，是喜鹊要报我的恩，不是我要报他的恩。道友，你倒是跟他解释清楚啊！道友，殿下，是你们殿下被我救了2次，所以他要向我报恩，不是我要向他报恩。而且有一点千万不用弄错了，
我可不是什么妖物，我是一个正正经经的葡萄精灵。既然是你救了殿下，那与我也是有一份恩情在。待我禀报天后娘娘，自然会有封赏给你。现在，你先收下这个，全当是我的一份谢意吧。这枚丹丸是不可多得的仙品，吃了可得近100年灵力。你可还喜欢？喜欢喜欢，这个我最喜欢了。殿下。恭贺殿下涅槃重生，属下等护法不力，请殿下责罚。涅槃，凤凰，如此强大的水系法术，偌大的天庭之上，除了你，还能有谁？况且，当天有仙士见到你出现在七蜈蚣附近，当夜正是你值夜北天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旭凤涅槃出了岔子。你说，此事可属实？回父帝，当夜，润玉的确去过七蜈蚣。陛下，儿臣知道，旭凤涅槃危险重重。我一路追那黑衣人到七蜈蚣，本欲护卫，只是……如何？你见过那人？到底是谁？你为何不来通报？我与那黑衣人缠斗一番，发现他法术高强，却并不恋战。几招过后，他便逃离了。我当时见七蜈蚣外有燎原军把守，又正值旭凤涅槃的紧要之处，不便打扰，交代了燎原军几句，便离开了。并非父帝母神不相信你，怀疑你，但是只听你一面之词，叫人如何信服？请父帝母神明鉴，润玉断无谋害旭凤之理。我修习的是水系法术，那涅槃之火，我根本就无法靠近，此乃其一。其二，润玉不慎中了那人的暗算。他虽然使用冰灵，但却似乎并不怕火。烧伤，烧得如此严重，你为何不早报？原来羽毛乌黑的不一定是乌鸦、喜鹊，它有可能是只烧焦的凤凰。乌鸦竟然是神鸟，这样的仙丹岂不是取之不尽？其实这件事情，怨不得燎原君主仙。凤凰一族涅槃本来就危险重重，虽然我坠入了蛮荒之地，但是能得到这小妖相救，毫发无损的返回，也算是冥冥之中一种缘分吧。殿下安然无恙，属下也就放心了。天帝天后忧心殿下安危，方才匆匆将夜神殿下从阵前宣了去，似要论罪。润玉，即刻随我去见父帝。陛下，此事尚未查清，现在只听润玉的一面之词。火神到！儿臣拜见父帝母神。旭儿，旭儿，快起来吧，你没受伤吧？可急死我了。儿臣不孝，让您担心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这些日子身在何处啊？回禀父帝，孩儿涅槃之时遭人暗算，中了冰灵暗器，坠入一处蛮荒之地，徘徊了几日，又一心追查凶手，因此又多耽搁了些时日。没想到竟惹得大家不得安宁，儿臣思虑不周，还望父帝母神责罚。那你可寻到了凶手啊？尚未，但孩儿确定此事与兄长毫无关系。我已经查出了些蛛丝马迹，很快就会水落石出。起来吧。你们兄弟二人能够互相看重，互相照顾，父帝甚为心宽。回来就好。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你母神日夜为你操劳，你要多安慰她才是。是，儿臣知道。火神殿下平安归来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恭贺殿下，恭贺陛下。陛下，
既然旭儿已平安归来，还望陛下兑现前诺，昭告六界，早定名分。父帝，母神，所以何事啊？我和你父帝发愿，你平安归来之日，便是天界立储之时。如今魔界大军入侵，我看不如等旭凤凯旋回朝再议吧。报！禀告天帝，魔界10万大军以鸣金收兵，撤离忘川。可有缘故？据报，昨夜火神殿下独闯燕城王行辕，吓退10万敌军。一去便吓退10万敌军，真是旷世奇功。陛下，你可一向赏罚分明。火神，你意下如何？还请父帝母神收回成兵。旭凤执掌5方天兵，退敌守土，乃是分内之事。魔界退兵本来就是缓兵之计。昨夜依儿臣观察，燕城王迟早会卷土重来，敌寇未尽，何言其他？儿请告退，回去整兵备战。我只能先帮你清了体内的火毒，这几日你还要受些皮肉之苦。你我体质相克，若为你强行疗伤，你会伤得更重的。自古水火不相容，你还是留着你的灵力，做点其他的吧。再多，恐怕我还真的无福消受。明明知道水火不容，为什么还敢来救我呀？换作是你，不也一样？辽元君刚刚替你疗完伤，解了你体内的冰毒，你就跑过来替我疗伤，这要是让母神知道了，又是一顿数落。救命之恩，昊天罔极，这厢谢过夜神殿下救命之恩了。旭凤，所有人都怀疑是我，你当真没有半分担忧？我当然担忧了，我一出事，你必难辞其咎。我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，就赶去给你解围了。承你大恩。你的灵力已然不弱，竟然还被伤成这样，看来真正要杀我的人必定不简单，恐怕是我一个人的力量难以对抗的。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当然正在涅槃的关键时刻，我突感火力渐弱，周遭冰冷，无法动弹，我只能强行推动内力，冲破周身经脉，趁来人不被坠入云海，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。此人熟悉水系法术，却又不怕涅槃之火，确实奇怪。我已向父帝母神禀明要追查此事，为的是让对方放松警惕，再由你暗中帮助我追查，尽早救出真凶。你放心，我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还你一个公道，也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不过你还得精进一下自己的法术，免得到时候拖我这个战神的后腿，像今日一样狼狈不堪。回禀天后，火神殿下并未对其起疑心，还为其疗伤，与其喝茶叙旧，不太需要嫌隙。这个傻孩子，如今与狼为伍都不知道。如果不是我替他筹划，天地之位，拱手相让都不自知。你要看紧润玉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刻来报。是。
城真的是天宫，左右看着也没什么稀奇的嘛。这仙气把地面遮掩得若隐若现，反倒叫人看不清路。怎么又消失了？怎么回事？这些花看着郁郁葱葱的，怎么一经我手就化作烟飞走了？难不成因为我灵力低微，连花都不让我采了？小气，我还不采了呢。奇怪，这凤凰庭院怎么连一朵花都没有啊？早知道再去别处转转了。这个是狐狸吗？摸起来软绵绵的，看起来还很可爱呢。啊！老夫我活了这许多年，也总算被人非礼过一回了，甚感慰藉，甚感慰藉。非礼究竟是何意思啊？这又从何说起呢？不知如是哪家仙童啊？姓甚名谁啊？仙童不敢当，叫我锦觅便可。哦，不过是区半仙。半仙？看来老夫这午觉睡得委实长了，这天界竟然又多了个新阶呀！修仙修了一半，可不就是半仙了？哎，这不是旭凤的园子吗？如此说来，你便是旭凤的仙童了。我不是那个教凤凰的仙童，我可是他的恩公。恩公啊！小锦觅，来，老夫我最喜欢听故事了。走。究竟是什么来头，竟能同时精通水火两系法术？那个凤凰烧焦了，落入了花界。落难公子被我遇到了。灵秀小童，我与他赌气，肌肤之妻。然后等他醒转过来。啊？然后呢？快说呀！我在等你的。啊！等他醒过来以后，他为了报恩于我，便将我带至天界了。情爱便是这样发芽的，经典桥段，甚得我心呐！怎么没有传说中的狐臭呢？唉，真是造化弄人呐！可叹是个男童身，眼看我家旭凤啊，便要深陷其中喽。那焦凤凰明明说过我是女生，那我到底是男还是女啊？小锦觅，你且扶耳过来。其实报恩这个词原是我起意拟出来的，
可不知怎么传着传着，就把其中的一个字给传错了，枉费了我一番苦心呐。此乃正字，报恩报恩，无报怎还恩呢？看在你是天上地下第一个非礼过本仙的人，派你一根红线，将它系在旭凤的脚踝上，便可情路平坦，逢凶化吉。月下仙人如今越发的慷慨了。哦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0。想来，月下仙人这红线十分富足，但若不再将其赠予旭凤府中的仙子侍婢，也算是美事一桩了。凤娃如今大了，直大不由数。想当年，你还是只绒毛未退的小鸟儿时，最爱的便是在我府中的红线团里打滚儿。可是现如今呐，连称呼都如此生分，老夫怅然得很呢。凤娃，叔父言重了。哎，我侄甚乖甚乖，这样称呼才方显一家和乐吗？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2位仙上竟然是叔侄关系，果然是仙不可貌相啊！哎，我看锦觅十分不错，不如你把她收了房吧。锦觅是谁啊？不知锦觅，名讳中的蜜，可是蜜糖的蜜？非也，非也。想必是许蜜的蜜吧？非也，非也。我的蜜乃是觅食的觅。这2个字不一样吗？妙，妙得很。不知锦觅年方几何，生辰八字多少，何方人士，家中人丁几许啊？锦觅，这里无聊得很，不如去我姻缘府玩玩怎么样？旭凤告罪。这里确实无聊，那好吧。哎，走走走。长得好好看啊，好好好好啊，这小生生得好生技巧，若是再活个2、8千年，不知要迷了这天上多少仙姑呢。就是照这般长下去啊，怕不是连2位殿下也要被比下去了呢。就是啊呀，可不就是。我家旭凤的眼光总是好的。行了，走吧，快，走。小锦觅，不如你就留在我这姻缘府，这可比那气雾宫有趣多了。我这府上可谓是仙洁地灵，怎么样？小女子柳烟，杭州柳家长女，年方28，求请月下老人为小女寻觅佳婿，愿貌比潘安，情比金坚。这什么意思啊？锦觅年纪还小，不晓得情势啊，乃情理之中。不过日后你若跟了我那2侄子的话，我觉得你还是早些通晓为好。不着急，日后老夫慢慢教你便是。我来天宫是为了救我的朋友肉肉，我想寻那大罗金仙，你知道哪里有大罗金仙吗？这天界大罗金仙多了去了，不知你要寻的是哪位啊？就是可以把我的朋友肉肉起死回生的那一位。我看他绿悠悠、翠生生，好得很啊。我的朋友肉肉，本来是一个已经修成人形的精灵，可是900年前的一场变故，让他元神尽散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月下仙人，你知道有哪位大罗金仙可以救我的朋友吗？万物化生都在轮回之内，生死一事就连天地也管不了。看来蒲吹勋骗了我知道了，那我告辞了。哎，等等，这天界之上高人众多，宝物丰盈，若是你肯留下来潜心修行，
还怕救不了你的朋友吗？还有，在9重天之上，还有个上青天，只有多修灵力才有资格到上青天拜谒，听高人讲浑元正果。看来扑师君所言非虚，攒灵力是吧？我攒，有道理。那我在这里多待一些时日吧。这就对啦，要是你肯留下来与我作伴，到时我有极好的东西送给你哦。有仙丹吗？比仙丹更绝妙。住在宫里的那个锦觅最近怎么样啊？回禀殿下，遵照殿下的吩咐，锦觅半仙的衣食住行已经安排妥当，只是他最近时常出入月下仙人的姻缘府，殿下总是与其错过，不得常见。锦觅半仙啊，现在可是姻缘府的红人呢，他手里有不少月下仙人剩下的红线，很多人都想要呢。哼，半仙。也只有这只小妖，敢编造自己的仙界了。算了，不管他，随他去吧。是。小锦觅，你可是偷懒了啊！你要是没偷懒，这野兽能自己循着味道跑来找你啊？它可是专食别人梦境的灵宠。是什么？你自己看。看到了吧？还说自己没偷懒。我这姻缘府哪来的花啊？都做梦发花痴了呢。哼！狐狸仙，狐狸仙，帮一个忙呗，劳烦你帮我跑一趟。虽然我现在住在天上，可是毕竟采花酿蜜才是我的本分嘛。你们这天上的花实在是太势利眼了，他看见我们灵力低微的精灵就欺负我们，我只要一碰到花，它就化作云烟飞走了。所以，你能不能帮我采花啊？唉，春去不复来，花谢不再开。此事缘由啊，不便道明，乃系一段旷世情仇，情之一字啊。情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从花界来，难道都没听闻过一二？这几千年前呀，如今的天帝与花界鲜花神可结下了个了不得的大梁子。鲜花神一怒之下，施法毁了天界所有的花草，从此天界是寸草不生。可是长长久久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于是天帝便用云彩化作万千花草，遍布整个天界，总算让天界又恢复了颜色。可是这花草啊，诚然并非真实，一旦摘下，便化作云烟了。这样说来，那我岂不是采不了蜜了？你这个呆子，花蜜有这么重要啊？难道你就没有从中听出些其他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天帝、鲜花神，一个风神俊朗，一个美貌无双，这可不就是经典情爱故事的桥段吗？情爱能够帮助增长灵力吗？若是不能，还要添麻烦，要它干嘛？你是真不开窍。这便是我珍藏多年的情爱书册《天香蜜图》，先借你瞅瞅。开窍啊，先从理论开始。姿态甚丑，毫无兴趣。这男男女女之间的情爱，乃是世间至美至真之事。那是不是还可以增长灵力啊？自然也可。真的？
太好了！这个你先拿回去看，好好研习。相信以你的悟性，很快就能领悟了。我看着差不多嘛。